我先做个比方嘛，校长嘛、书记嘛，就是行政长官嘛，这个各个部门这些人都是一方苏力嘛，衙役嘛。完了，这个老师嘛，就是干活的，去干活的。完了，这个学生是叫梁大副的。我过去在的一个学校，北京市师范高校里，一个副处长的位置，只涉及这些资源的采购和分配。我奇怪地看到这么一个副处长位置，有3个博士导师、正教授去报。很典型的行政化的结果，你把这个教授们逼到这个步上去了，对学问、对对是非根本不 care 的，只管利害了。所有老师就知道，我在这个格局里面就是一个被动的角色，所以教育的热情失去了，大规模的失去了，它就变成一个饭碗。这一天，我的课被临时调到4教211教室，不经意间我发现讲台一角有3个描黑小字，真难受，每个字有黄豆大，学生写的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开始上今天晚上的课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帖子，教的痛心，学的反胃。这话说的不好听，但是真实。教和学之间有些完全不对接，完全的隔阂，完全的不信任。这其中没有谁对谁错，是更大的地方出了问题。我们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的东西。尽管学校一刻不停地强调和抽查出勤率，逃课的仍旧不少。一年，课就这么上着，课也这么逃着。你有多少意见，都出不了一间教室的门。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是不合格的，很多人是靠混日子，靠这个低水平重复、东拼西凑，通过各种方式变成了教授。教授他一般就不教书了，我跟你讲，教授一般接课题，所以现在研究生都把那个教授导师叫老板，明白吧？老板接了课题，谁给做？研究生给做，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啊，做完了教授挂名，申请经费。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今天的大学，第一个阶段是人抢钱，就是大学教师们都去抢课题，叫人抢钱。第二个阶段就是钱抢人，就是那么多课题把这么多的大学教师就是裹挟而去，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，大课题能上亿，那就等于是一总包工头，他就包下去了。但他包下去他要提成的，他要有回扣的，你注意。拼拼凑凑，我敢说，就是你用机器查不出我抄袭，你人也查不到。你先去那个网站叫什么为之还是叫什么，就是一个论文库里面去当一些，然后你借鉴同题材的以及你同专业的学长，结合一下，99%肯定之前都有人写过，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吧。我说本科是发什么文章啊？很荒唐，就是要发。本科发文章肯定是抄的呀，但是他就鼓励抄。他当年评审本科评估的时候，大家学校整个组织起来造假，整个学术道德是在制度化的在毁坏。你看看这些课题做出来是什么？全是就是印刷垃圾，就是多少年以后回头看，我们最有钱的这个大学时代，恐怕是最令人羞辱的一个时代。别人喊90后脑残，而他们自称孩子们。这2个字给我的直觉是孱弱像纸，一捅就破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喜欢自称吃货。老师，告诉您我为什么是吃货。现在我越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，人心更不可靠，只有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可靠，但现在吃的也不可靠了。一瞬间，我找到了我和他们的共同点。生活需要填充物，过去是12年的学习和思考，现在是吃东西，明天则是报名考各种证书，不然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条生命还存在着。这些小生命需要经过吃的过程来赶走空虚。比起其他，只有吃能带给他们最快最直接的存在感，
由吃饱获得最